大家好，Shin1，我感觉当娱乐新闻突然少了某位艺人的最新消息发布的时候，所有的网络抄袭机器人就开始大眼瞪小眼，大虾抓小虾了。所以 Shin1，我这种非原创不约、非本人不说的独家视角，就自自然然成为了全网唯一有一说一、无所顾忌的有料频道了。比方说，赵丽颖最新满头红发的杂志《New Look》，您就算搜遍全球全网，甚至包括土星、木星，还能找得到任何有趣、有观点、有料有思想的第一时间硬核畅聊吗？比方说王一博最新的5连发电影构图，您能听到任何八卦名人、娱乐专家所谓靠谱、不吹不黑的深扒解析吗？从赵丽颖最近让人眼花缭乱的杂志 New Look 生日 New Try， 不难看出赵丽颖现在真的已经不是在一心只想做好演员、演好戏了，她的视野、想象力和行动力已经迅猛拓展了，而且今年35岁对她而言的确是个坎。不管有多难，那么如果说容颜回春更加便于古偶设定和回马主场，那么您猜牵手 AI 满头红发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呢？说到这，对比小聪明频频、小动作连连的赵丽颖，刚刚好比赵丽颖大了整整20岁的地球人都会知道的国际巨星妮可基德曼，最新的 Look 居然也是非常惊吓到可以谋杀看官的神经了，可以刺穿吃瓜的脑洞了。而且烦请您格外留意一下那轻松唤醒记忆、貌似完全同款的，而且还是2人通杀的公主切。如果您实在不清楚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 Shin1 我到底在说什么的话，不妨自行回顾和翻看一下 Shin1 我第一时间独家深扒的赵丽颖的公主切造型，简直不要太辣眼睛。时尚这玩意真的就像 Shin1 我铁口独家的定义那样，时尚是没有边界的，而且逆天的聪明有时就是明晃晃共通的。当然了，没有一定的国际大视野和超强感知力，基本上无人能够看得穿也吃得准国内顶流与国际大牌之间足以跨越时空的惺惺相惜和心有灵犀。这感觉就像王炸弟弟王一博跟国际大神步步之间的那种举手投足、亲密无间、投缘投气，完完全全一模一样。妮可基德曼是好莱坞老牌巨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已经很久没有她的消息了。最近她晒出近照，看起来状态不错，虽然已经55岁了，但是一身腱子肉，看起来绝对让很多手无缚鸡之力的男生也会汗颜不已，自愧不如。您说对吧？妮可基德曼在好莱坞纵横多年，靠着美貌行走江湖。年轻时的妮可可以说和洋娃娃一模一样。妮可用自己的美貌俘获了一代巨星阿汤哥，阿汤哥和妮可合照的时候都被妮可抢了风头，可见她当年颜值有多高。虽然很多人都觉得美人迟暮是难免的，不过看妮可的近照，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近日，一组妮可基德曼的最新大片曝光，55岁的她肌肉紧实，线条流畅，年轻20岁的即视感满满。妮可基德曼虽然天生丽质，但是一点也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妮可基德曼可是身高180厘米，体重只有53公斤的人啊，这背后凝聚了多少努力？首先，妮可基德曼管住嘴，平时基本只吃有机食品，什么高油高盐的东西她一概拒绝。她一天吃5顿饭，每次都少量多餐，慢慢养成不暴饮暴食的习惯。其次，妮可基德曼平时热爱运动，喜欢跑步，就算去外地拍戏，她也是抽出时间去健身。这完全脑补得到的场景，您会想到谁了呢？谁也没想到的话，不妨自行回顾一下本频道深扒过的赵丽颖的腱子肉。妮可基德曼能有今天的身材，不是靠一时兴起，靠的是长久的努力。看她的近照，肌肉明显，尤其是肱二头肌非常漂亮，这样的身材绝对让60%的男孩子看了也都羡慕。毕竟现代的社会，低头族和躺平族已经成为了野生时尚族了。当然了，里面肯定不包括无惧老干部脸的健身狂人和时尚达人王一博了。王一博迄今为止已经全年奋战在电影第一线了，4部银幕大片排队上映当中，而且摩托定制的绿色旗袍已经视线飘飘了。这种预约已定、热播在线的时尚盛况，恐怕不止这个2022年，就算放在改开后的哪一年，都是妥妥的王之傲娇来的。只是同样帅出天际的前辈古天乐似乎抢先进入到了一种无名的热度当中，
而且配合当下创下新高的44度的川渝高温，真的足以让人烧到了无法呼吸的地步了。古天乐的《明日战记》突然官宣延长上映，从9月撤档延长到国庆档，这对这部电影的票房来说是件好事，但对圈里其他艺人、电影来说，似乎有些苦不堪言了。原本这种撤档延长似乎不是什么屁大的事，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来的，只是在魔幻的2022年里面，正常的市场行为已经静悄悄暗涌起了谁也想象不到的黑色漩涡了。因为正常的地球人恐怕都会想不到，人之人之间的内卷已经延烧到了票与票之间的内卷了。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深问我，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明日战记官宣延长的当天晚上，同档期的另一部电影《新神榜》，杨戬也发了一纸声明，内容却是维权喊冤。起因是网络上频繁出现有关杨戬偷票房的谣言，电影方不得不发出了这张律师函。虽然发文内容里没有提到一句明日战记，但是评论里的大家却心知肚明，又是明日战记对吧？这是要将整个暑期档造谣个遍啊！为什么说又？其实新神榜杨戬不是第一个被造谣偷票房的电影了。前段时间就有古天乐的粉丝发文称自己买的是明日战记的票，但电影票上打印的却是王俊凯主演的断桥。请注意，这就是票与票之间的烧脑内卷了。人之人之间内卷可以理解，那么鸡蛋与鸡蛋之间如何内卷呢？这个新神榜杨戬的动态一发布，就有不少人跟风应和，甚至还有营销号添油加醋，差点就要落实断桥偷票房的罪名。但其实那位网友的电影票里，片名还是《明日战记》，只不过看电影的影厅是断桥冠名的，其实就是王俊凯粉丝花钱买广告位而已。这就是电影圈内卷的高度浓缩了。明星与明星之间，电影与电影之间，甚至电影票与电影票之间，勾心斗角，你死我活，已经完美做到了你中有我的至高境界了。于是乎，暑期档的电影，不管是商业片还是文艺片、悬疑片，几乎都被扣上过偷《明日战记》票房的帽子了。沈腾、马丽主演的《独行月球》曾被大量网友盖章偷票房，说自己看的电影是明日出票，却是《独行月球》。这件事还被港媒大肆报道，还称《独行月球》是低成本科技电影，比不上古仔花10年心血投资4.5亿的《明日战记》。这样的宣传导致《独行月球》在国外的口碑也被连累，最后电影方只好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独行月球》官方在8月16日发出律师函，声称对造谣者绝不姑息。主演沈腾也含怒转发。不光这两部电影，有网友统计，文艺片引入尘烟和即将下线的人生大事也被泼过同样的脏水。可以这么说，除《明日战记》外的所有暑期档电影几乎都陷入过偷票房风波。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们都知道，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已经铁口无数回了。2022年的电影市场蛋糕已经超级缩水了，内卷已经完全表面化了。既然蛋糕都缩水了，那么电影与电影之间只能爆发各式各样的偷票房的暗箱操作，甚至迫害想象了。对于当事人古天乐而言，古天乐对《明日战记》确实是格外上心，上映后不遗余力做宣传，甚至放话去看电影的都是我老婆。他也到处拜托圈内明星宣传，吴京、王宝强都表示了支持，都是人脉人情。但是这部电影上映后，票房成绩和剧情质量并不理想，为他宣传的明星也少了。于是网友开始替古天乐道德绑架，去各种明星的评论里喊话，刘德华的评论就此沦陷。网友在刘德华的动态里疯狂留言，喊话他这个好兄弟出来发声，支持一下古天乐。甚至有些人还说的特别理直气壮，说刘德华账号那么多粉丝，就应该帮古天乐拉个票房。不光是天王刘德华，在谢霆锋宣传断桥的视频下，也有大片网友质问谢霆锋为啥不帮忙宣传《明日战记》，他们还美名其曰香港人要帮香港人，因为张杰唱了《明日战记》的片尾曲，于是乎也被追着问同样的问题。
为什么不顺手宣传号召一下？就连专心搞直播的刘畊宏，直播也全是要他帮忙宣传古天乐电影的弹幕。据说古天乐这部新电影的投资不少，要想回本，票房至少要达到成本的3倍，也就是15亿。但目前这部电影撑死也才5亿票房，从数据上说，古天乐这次可能要亏死了。要知道，5亿的蛋糕放在今年已经算是不错的了，放在去年当然是15亿、25亿甚至更高。当然了，世界上没有人能够在去年就能够精准预感到电影市场的完整陨落。古天乐本尊外加粉丝，即便提早半年全球吆喝，恐怕也吆喝不出15亿的蛋糕从天而降。因为魔幻的2022年就像深万我的铁口一样，已经早早下调了蛋糕的大小，同时也狠狠上调了切蛋糕的人数。说到这，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深万我，必须严重补充一句的是，拼命奔跑在电影跑道上的王一博，真的更要格外留意一下下一个内卷严重加深、蛋糕努力缩水的2023年了。当然了，有娱乐专家站出来协调说，明日战记的宣传方古天乐和他的粉丝不必如此疯魔，因为举报造谣其他电影偷票房、道德绑架其他明星做宣传，不利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和谐。或许古天乐和宣传方忽视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票房不佳的真正原因，或许就是因为影片本身的质量不行啊。专家说，票房成绩不能强求，靠道德绑架强求来的宣传，靠造谣辱骂博来的同情，都不能让古天乐的这部电影起死回生。专家建议说，古天乐还是多花点心思在宣传影片亮点上，放过大半个娱乐圈和其他电影吧。这态度，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深万，我真的要给赞了，因为相当的和谐，相当的讨巧，质量不行，所以票房不行。这大条的道理，完完全全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电影市场真理。所以大家如果不幸看到某些人、某些票房表现不佳，收不回成本的时候，一定是这部影片质量不行，是演员不行，云云云云。古天乐的新电影投资挺大的，目前票房完全不够回本。一些粉丝和网友已经把刘德华的短视频平台评论区攻陷了，包括一些港星的评论区也有，都是让他们帮古天乐新电影宣传。目前为止，古天乐事件依旧在电影圈发酵当中，站在另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大家也能看到了，网友们对这个颜值逆天的古天乐的好感值，真的还是特别的高的。但是呢，颜值不是正义，流量不是蛋糕，现在这种欠谁一张电影票的宣传方式作用实在不大了，因为大家喊破喉咙，电影圈的蛋糕也不会突然翻倍加大，跟着皆大欢喜的。魔幻的2022年已经拿走了所有电影人的想象力和空间了，从15亿到5亿，已经是在中国偷着乐的最好结果了。说到这，深万我还是乐见王一博的综艺旋风依旧那么拽，那么热，让这个夏天多了更多的色彩，因为这就是街舞。不知道您留意到没有呢？这就是街舞充斥着大量的脏辫，特别是王炸小子王一博的老友鬼鬼的老友布布，就是喜欢把脏辫甩出天际的行人代表。于是乎，白色眼线加脏辫的突破性造型，很顺利的让王炸姐姐赵丽颖也冲上了不言而喻你知我知的心灵热搜。当然了，虽然粉丝控评给力，但还是压不住一些拉踩的言论，其中最多的还是 Q 赵丽颖时尚表现力的问题 ，diss 她土里土气啥的。这点先知先觉的深万我也早就第一时间深扒硬核过了。要知道，赵丽颖从出道开始造型就一直被炒土，是时尚圈公认的顶流招黑体。有意思的是，她的气质一直是在肉眼可见的变好，表现力也明显有所提升。特别是离婚之后，赵丽颖出席各种场合的时候，妥妥的都是温柔御姐即视感，一点也看不出当年土里土气的痕迹了。所以团队买生图热搜啥的都很有底气。这次的杂志新照有争议也是在意料之中，当下哪个当红明星能做到人人喜爱？反正不管声音如何，赵丽颖这2年时尚资源比以前好了很多，特别是生完孩子复出之后，何宋两姐妹在这方面出了不少力。当然了，何宋带给她的也仅此而已，
说实话，影视上合送帮不了他什么，很多资源还是赵丽颖自己去拿的。鬼聪明的赵丽颖，其思路规划也挺加分的，在时尚资源上走的是曲线崛起路线，通过跟电影资本交好，侧面撕杂志封面，电影圈相比时尚圈地位还是略高一些，所以时尚圈那些人会给面子，赵丽颖因此拿到了不少大牌杂志的封面。她之后不排除也会拍一些人情资源，相比于影视剧、杂志的拍摄风格更加大胆夸张，演员在拍摄杂志时，整体的感觉也会和影视剧完全不同，所以有时候会出现不适合的情况，但偶尔也会给观众带来惊喜，挑战之前完全没有过的风格。因此这次赵丽颖和龚俊为某杂志拍摄了一组短片，此前该杂志曾放出了预告照片，虽然照片中两人的状态都很不错，但却被大家吐槽构图十分的诡异。紧接着，该杂志又公布了两人拍摄的封面以及内页照片，再次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此次的封面仍然是赵丽颖和龚俊两人的单人照拼接在一起，不过比起此前预告照两人的身体拼在一起，此次两人的照片只是连接在一起，看起来就正常多了。赵丽颖回头看向旁边，而龚俊则是低头抬眸，两个人的状态都非常好，男帅女美，眼神也是充满了故事感，都带着一丝忧郁与迷茫。在单人对脸照中，赵丽颖的风格也是与以往完全不同。首先是非常显眼的个性眼妆，让整个人看起来充满了科技感。其次是头发，前面绑着各种大小不一的辫子，后面是蓝色挑染，再配上妆容，整个人充满了科技感和朋克感，与平时赵丽颖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太妹感十足，也相当的惊艳。而龚俊则是顶着一头看起来似乎是刚睡醒的凌乱头发，正对着镜头微微皱着眉头，眼神透露着迷茫，让人好奇是遇到了怎样的困境。在内页大片中，赵丽颖和龚俊的每一张照片都充满了故事感，两人拍了4组同样视角的照片，但表现出来的感觉却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同样是往侧边看去，赵丽颖表现出来的是窥视，而龚俊则是靠在墙上的忧郁与迷茫。而同样面对着各个角度的镜子照出来的照片，赵丽颖和龚俊表现出来的表情也是完全不同，有一种面对着同一个场景，虽然没有同框，却在互相对话的感觉。而两人同样是侧躺的镜头，赵丽颖闭着眼睛，似乎是睡着了，而龚俊则是躺在床上望向前方，乍一看是两个同样的镜头，但仔细看又似乎是两人面对面躺着的场景。而最后一组单人照的造型与前面对脸照造型相同，终于看到了赵丽颖这身造型的全身，不仅发型和妆容很有创新性，而服装也是非常的性感，镂空的衣服增加了叛逆和未知的感觉。在这部短片中赵丽颖饰演的是人类，龚俊饰演的是 AI， 而在这两张照片中，两人的造型却仿佛是换了过来。最后一张终于出现了赵丽颖和龚俊两人同框的画面，两人面对面站立，抬头侧望向镜头，周边都是虚幻的人影，两人的表情和眼神充满了感觉，就好像在与镜头里的人对话一样，让人对这部短片越发的好奇了。现在的内娱圈，杂志热闹，综艺热闹，网剧也相当热闹，特别是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多次畅聊的后浪和造神的话题，更让这个热闹的8月充满了体外都能轻松感知的超级火辣的温度。现在大家都知道了，整个暑期虽然网播的古偶仙侠剧例如星汉灿烂、月升沧海、苍兰诀热度不错，但是呢，不得不提的是5大一线卫视的收视从暑期之战开幕到落幕基本上一直处于低迷的状态。首先被寄予厚望的少年派2没有延续少年派往昔的好口碑好成绩，一副好牌打得稀巴烂，收视率从开局的高开一路暴跌到冰点，而且豆瓣评分一直在下降，口碑屡创新低。接着是剧集已婚已育女性的群像剧第2次拥抱，有着陈数、马苏、杜淳、张歆艺等一众演技卓越的事后加持，一直号称走精品口碑路线，却是从开局烂到结尾，要口碑没口碑，要收视没收视。因为剧情过于悬浮，节奏过于缓慢，不受观众喜爱，
这样的剧作质量收视也只能徘徊在0.2左右。至于何冰领衔主演的扫黑涉案大剧《分界线》，因为剧集注水，一开局一大堆观众就嚷嚷着弃剧，这样的剧收视自然是没救了。最后拿到暑期入场券的是2部续作《欢乐颂3》和《20不惑2》，前者从演员到剧情是360度全方位的摆烂，后者则是受到关晓彤近些口碑下滑，而其他主演知名度太弱的影响，所以该剧也无法在收视上取得重大突破。有趣的是，就是在这么一堆收视不利的暑期剧作中，唯一的例外则是赵丽颖领衔主演的《幸福到万家了》。这部剧证明了3点：一是赵丽颖不可小觑的国民度；2是她拥有精准的选剧眼光；3是赵丽颖越来越精湛的演技。正是这样，才最终助力赵丽颖拿下了今年卫视收视年冠。而这3点缺一不可，否则就没有如今年冠的成绩。如今，赵丽颖又有一部主演的大剧进入了排播流程，该剧已经成功拿到了发行许可证。今日央视对这部剧还进行了点名预热，相信很快就能与观众见面。这部剧就是根据阿奈原著小说《不得往生》改编的大女主商战创业剧《野蛮生长》。相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们，也是从去年开始听申万我一路深扒粉丝造反，硬核胡思乱想了快1年了。开挂的赵丽颖在剧中从收废铁的草根走到商界女大佬，这挂开的挺爽，但是背后的血泪也是惨不忍睹。看到这部剧的剧情简介和物料，特别容易让人想到了另一部剧《鸡毛飞上天》。这部剧是由张译、樱桃主演的创业商战剧，男主陈江和女主骆雨珠是由一穷二白的草根变成商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这个剧因为剧情励志、写实，演员、编剧、导演水平在线，所以从2位主演到背后的主创，基本上拿奖拿到手软。张译也是从这部剧拿视帝开始，彻底向电影圈挺进，如今剧圈、电影圈是两头吃香。所以，同类型的《野蛮生长》，无论对于女主赵丽颖来说，还是对于其他主创来说，都是一个莫大的挑战和机遇。说回《野蛮生长》的剧情内容，这是一部讲述女主角许半夏创业史的大女主励志剧。许半夏是何许人呢？她原本是个草莽起家收废铁的，无奈天生一脑子的生意经，加上强烈的生长与发达的意愿，最终成就一代商业大佬的传奇。这样看来，野蛮生长这4个字真是改得太妙太切题了。在这部剧里，我们能看到许半夏作为闯进商界的一员，既能掌握这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并且生存下去，同时还能守护至关重要的信誉和良心，还不单纯争勇斗狠挨义气。这样的生意人，聪明、霸气、坚韧，有底线，有追求。当然了，野蛮生长是许半夏的创立商业帝国的成功史，也是许半夏一路摸爬滚打的血泪史。在许半夏收废铁完成了小小的资本积累，准备往大干，从俄罗斯倒卖钢铁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境，资金流断了，各种流程手续办不了，还得周旋于各种外资企业、各方黑社会势力，世间百态都是改开。幸存下来的许半夏就是2班人，那一般人是做不了他的。可能在走到通往成功之路的1/10时，就无奈选择跳楼了。他或许就应了那句老话：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当然，这苦也不是随便吃的。不能像岳不群那样吃了自宫的苦，练了辟邪剑法，最后来了个万箭穿心；也不能没有脑子自讨苦吃，就得像令狐冲那样吃内力尽失的苦，能够峰回路转，练成独孤九剑，吸心大法。许半夏做生意就是这么个样子了。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深万我。提到 N 次了，如果改开话题依旧没有被突然挖坑填土的话，那么这样的许半夏这样的创业故事，何愁观众不动心呢？除了大女主赵丽颖之外，这部剧还有许多实力派演员加盟，全员演技派加上创作班底都很靠谱。男主之一的欧豪，申万我也硬核深扒很多的了，好坏参半。对比有趣却被造反的王一博，痞帅的欧豪还是2级的。说起这个欧豪，就不得不提最近热播的胆小鬼。要知道开播前一大堆人嫌弃他长得太老，不像高中生，不适合演男主角秦理。结果一开播，观众们看过之后一致大呼：
男主角选的大角，这剧演得真香。所以欧豪能驾驭了秦理这么一个跨度如此之大、这么厚重、这么复杂的角色，想必参演野蛮生长也是有后续伏笔的。接着，第二个男主李光洁，年轻的时候，李光洁是个人见人爱的帅小伙，步入中年，那种稳重又成熟的气质扑面而来，这种气质自带魅力光环，让观众为其留恋沉沦。除了以上几位，还有《幸福到万家》里饰演万善堂的刘威。很多观众在这部剧中看赵丽颖跟刘威飙戏，压根没看过瘾。没事儿，这剧播了，继续大饱眼福。接着金牌戏骨王劲松，最近正在热播的缉毒悬疑剧《冰与火》，在剧里跟另一位书圈顶流刘奕君争宠，争的是如火如荼。不得不说，看二人对戏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此外，该剧还有柯蓝、任重、冯佳怡、孙谦、黄登登、释安、宋茜、王希、黄奕威等实力派加盟。从幸福到万家到冰与火，再从冰与火到野蛮生长，相信云斐夫妇、王炸姐弟的铁杆粉丝们真的要好好学习，去剧抛一下那些已经超级熟悉的熟人脸了。说到这，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只想说，电影不易，正剧不易，做个无缝衔接的屏幕老熟人更加不易。对比电影市场的愁云惨淡，古偶和网剧依旧是不二的造神固粉香馍馍，而时代正剧依旧要靠聪明人先知先觉的鬼聪明才行。唯独综艺可以说是王炸姐弟最接近的相对安全的舞台和相当不错的选择了。这就是街舞第5季的一些现场 report 当中，不少人依旧完美看到了鬼聪明王一博的各种精灵救场的鬼马小动作。这份鬼聪明或许真能帮助王一博安稳度过今年和明年的电影难关，不会辜负穿绿色旗袍的摩托姐姐们的期待。这就是街舞第5季的一些现场 report 当中，王一博队长因为舞蹈幅度过大，差点落地的麦被一博队长一个帅气的 pose 成功接住，完美化解危机，一度成为了王一博擅长化险为夷的高热度主题。当摩托姐姐欣喜看到王一博的这则 report 的时候，不少人对此只有一个评价，那就是不愧是他。要知道，对于舞台风险的把控能力，王一博一直是其中的佼佼者，有他在的舞台，真的每一次都能靠自己完美的解决发生的所有事情，绝不会有舞台事故的出现。当看到这则 report， 粉丝们也是纷纷回忆起王一博的救场舞台。当大家一一列举时，才发现王一博已经有那么多神级舞台，果然业务是所有人都拿不走的资本啊。陈情令南京演唱会上，王一博站在高空摇臂上演唱歌曲，摇臂却不那么稳定，上下晃动，但一博还是本能的很安稳的稳住了自己的身形，声音也没有被打乱，完美的完成了那次演唱。这就是街舞第4季中王一博与 HB 兄弟一起舞蹈时，舞台上有散落的小饰品，如果不捡起来，很容易踩到，让别人稳不住身形。王一博直接利用跳起下蹲的动作飞速捡起，再放进了自己的西装口袋里。这个动作一气呵成，如果不是慢放，恐怕很难有人知道王一博还做了这么多动作。星光大赏上有多少人能够发现王一博将自己耳边的耳机拿下来放到自己怀里的动作？这到底是因为耳机出问题呢，还是故意设计的动作呢？就是因为王一博的动作过于行云流水，好似就是编排舞蹈时必不可少的一环，不知情对的人总以为那就是舞蹈的一部分。每一次当有王一博的舞台，如果有发生一些小事故，王一博总能快速找到应对方法，及时解决。而事实的后续证明，王一博将事情完成得很好，但这也证明了他对于舞蹈的熟练。如果他对于自己所要进行的表演仅仅是机械性的复刻，能够将编舞老师编好的舞蹈100%在舞台上表演，却没有自己的本领的话，那么在遇到舞台危机时，他就已经慌神了。当遇到在编排好动作以外的事情时，他是没有能力去想要解决的。大家都知道王一博热爱街舞，这是他实打实的业务能力，也是他闯荡娱乐圈的本事。在他所熟悉的舞蹈领域，他从没有掉链子过，这是他所熟悉的领域，
她充满了自信，并且有足够的实力解决在舞台上发生的任何事情。王一博的救场能力能够被《这就是街舞》官博专门发出来，看来节目组对那一幕也是印象深刻，并且啧啧称赞的。有流量，有实力，有能力，有想法，有极致，又谦逊，这样的王一博又怎么会不被人喜欢呢？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只想说的是，王一博的慢热是有道理的，只要他真的热起来的话，他的个人信心就开始炸裂了，救场的能力就能浮现了。这种救场能力会同款出现在江河骤降、蛋糕锐减的电影圈吗？您有信心吗？欢迎您在评论区中留下您的美美的祝福或真心的想法。至于鬼聪明的王炸姐姐赵丽颖，这段时间的想法可是只多不少。从赵丽颖最近让人眼花缭乱的杂志 New Look 生日 New Try 不难看出，赵丽颖现在真的已经不是在一心只想做好演员、演好戏那么简单纯粹了。赵丽颖现在已经对幕后工作也产生出了浓厚的兴趣出来了。如果说容颜回春更加便于古偶设定和回马主场，那么尝试自己开戏、自主监制似乎已经成为了狡兔3窟、狡兔5窟的最大化了。赵丽颖的性格现在也比之前外放了很多了。小太妹的形象您爱了吗？公主切的小圆脸版的妮可基德曼您又想象得到吗？